Kondo-san。从前，从前，有位叫做杰佩托的木匠，他的木雕很精致，受到很多人的喜爱。这位木匠，他的技术很好，喜欢制作木偶。他的店充满了木偶们。有时候他卖掉木偶，有时候他把木偶送给小孩。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个小孩。亲爱的上天，希望我能有个小孩，跟我做的这些木偶一起玩，他能在这长长冬夜里陪伴着我。有一天，他到森林里，为了制作新的木偶，寻找适合的木头。这就是我要找的木头，坚固而且又适合雕刻。我可以很容易地做出鼻子、嘴巴还有手臂，一定会是很好的木偶。他把找到的木头放在肩膀上带回家，放在工作台上，开始制作。突然，他听到一个声音：“哪里来的声音啊？”他继续雕刻。我大概在做梦吧，声音不可能从木头传来。我想我糊涂了。以为声音是从外面传来的，杰佩托继续工作着，充满毅力跟耐心。他终于完成木偶的头、身体、手臂跟脚。他欣赏着他的作品，真是个漂亮的木偶啊！但是他需要衣服还有鞋子。他帮木偶穿上小孩的衣服跟鞋子，木偶变成一个可爱的小男孩。杰佩托将它放在桌上。既然我没有孩子，我可以把这木偶当成朋友，叫什么名字好呢？啊，对了，叫皮诺丘。你的名字就叫皮诺丘。他开始整理工作台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的背后传来声音：“你好。”他转过头来，没人，只有小木偶。他继续整理着。“Hello， 父亲，杰佩托。”皮诺丘突然从桌上跳下来，他开始在店里闲晃。老天哪！木偶竟然活过来了！惊讶的是，木偶张开眼睛看着他。皮诺丘不是人，但是会说话，会走路，也会玩。日子一天天过去了。杰佩托很开心。皮诺丘从来没离开过店里，他会帮忙工作。到了晚上，他们会坐在壁炉旁聊天。皮诺丘，可以帮我拿锯子吗？当然可以。皮诺丘，钉子在哪儿啊？在这里。就这样，他们快乐地生活了好几年。是时候让皮诺丘去学校上课了，但却没有钱帮他买笔记本、笔跟书包。杰佩托有一只爸爸留下来的手表，他把手表带到古董店卖掉，然后把钱给皮诺丘。皮诺丘，这些钱给你，让你去买上学要用的东西，去买笔记本、笔还有书包，然后直接去上课。皮诺丘把钱放在口袋里，然后出发去学校了。当他在去商店的路上，人们看到他之后窃窃私语：好奇怪的小孩，
看起来像木偶一样。过了一阵子，一个彩色巨大的帐篷出现在他面前，有一群人在门口排队给钱，然后走进去。他好奇地走到门口，看到一位小丑在门口逗人笑，然后收钱让人家进去。先生，这帐篷是做什么的？里面有什么啊？可以进去吗？这是马戏团，你没钱就不能进去。他记得他口袋有钱，是他父亲给他去学校用的。我有钱，给你。他走进去，里面有一个人用木偶在台上表演说话跟唱歌。他们跟我一样，都是木偶。很高兴看到跟他一样的木偶，皮诺丘跳上台。木偶师注意到他，惊讶地尖叫：“我的天哪！这个木偶会自己动啊！我可以用它来赚钱了！”哈哈哈！嘿，小家伙，来这里，这里面有很厉害的动物秀，你要看吗？真的吗？我要看，在哪里？这间吗？皮诺丘相信木偶师说的话，走进了房间。但等皮诺丘一走进去，木偶师就把门上锁。可怜的皮诺丘很难过，哭了起来。我犯错了，我用掉了学校的钱，我没听父亲的话，现在陷入了麻烦，我该怎么办才好？小仙子看到皮诺丘后悔地哭了，从窗户飞进去，停在皮诺丘待的房间桌上。她是有着魔杖、闪耀的翅膀跟金发的漂亮仙子。哇！嗨，皮诺丘，别担心，我会救你。但是你要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，不要忘记，必须要说实话才行。我父亲给我钱去看马戏团，可是有个人把我关在这里。皮诺丘的鼻子突然开始变长，他吓到了。怎么会变这样？皮诺丘，我告诉过你，必须要说实话。如果你说谎，你的鼻子会变更长。皮诺丘道歉后，跟小仙子说出真相，他的鼻子立刻恢复原状。皮诺丘，既然你已经后悔了，现在我把你救出去，把你的钱还给你，不要再犯同样的错了。你真是好仙子，非常感谢你，我保证不会再犯了。我不应该不听话来马戏团，还被动物引诱，是我犯了错，真的好丢脸。小仙子用魔杖打开了门锁，带皮诺丘离开马戏团。于是，皮诺丘回到路上，一边唱歌一边出发到学校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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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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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当他开心地走在路上，一只狡猾的狐狸跟乌鸦出现在他面前。这是谁家小孩？看起来很好骗，他的口袋里大概有钱。嘿，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学校。哎，你有没有笔记本、铅笔跟书包？怎么去学校呢？我是没有，但是我口袋有钱，等一下就会去买。狐狸跟乌鸦看了看彼此，然后笑得非常奸诈。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，我们可以很容易就骗到他的钱。哦，
这些钱根本不够，您买不到全部的东西，但是我知道有店全部卖半价。如果你需要，给我们钱，我们可以很快去帮你买回来。当然，你还会有钱剩下来呢。哦，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非常感谢你们，你们真的好好哦。好的，你坐在这棵树下等我们，我们去帮你把东西买回来。皮诺丘把钱全部给狐狸跟乌鸦，坐在树下等啊等。他等了很久很久。过了很长时间，皮诺丘终于发现他被骗了。他很难过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突然，小仙子挥动着翅膀，又出现在他面前。你还没到学校，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我希望你没忘记上次的教训，请你告诉我实话。觉得钱被骗走很丢脸，皮诺丘又说谎了。因为我的钱在路上掉了。说了谎，皮诺丘的鼻子又再一次变长了。我说过要说实话，皮诺丘。如果你说谎，你的鼻子会变得比之前更长。皮诺丘道歉之后，告诉小仙子真相。再一次的，他的鼻子恢复正常。真的很谢谢你，但是我还是没有钱可以买笔记本、铅笔还有书包，我好丢脸哦。因为你乖乖的跟我说实话，钱已经在你口袋了，别再弄丢了。当皮诺丘边走边唱歌的时候，他突然发现前方站着马戏团的木偶师。木偶师看到逃跑的皮诺丘时，开始追他。快回来，你这个顽皮的木偶！皮诺丘惊恐地逃跑，却不小心绊到石头，掉进海里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因为它是木头做的，不会沉下去。他为了不要沉下去而挥动手脚。他发现他在游泳，他非常喜欢，所以一直游，一直游，一直游。但那天海浪非常大，把他打到很远的地方。他在海中间漂流，因为疲倦产生睡意，他又不会沉下去，所以就一直在海上漂流。当他醒过来，发现眼前一片黑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在哪里？这里又是哪里？好臭哦！等他的眼睛适应黑暗，他才发现他在金鱼的胃里。原来他被金鱼吞下去了。杰佩托非常担心皮诺丘怎么还没回家，于是四处找他，在街上到处问人。看见一个木头小男孩经过这里吗？他一路问到海边，碰到了渔夫。大概1个小时前，有个小男孩掉进海里，他可能是你的儿子。请你借我船，我要去海里找他，我必须找到他。渔夫借给他一艘小船，杰佩托搭上船，划向海中。皮诺丘，我的儿子，皮诺丘，你在哪里？小船受不了巨浪，于是被打翻了。杰佩托跌入海中，吞了皮诺丘的金鱼刚好也吞了杰佩托。四周一片黑暗，他也不知道他在哪里。但皮诺丘看到他，开始哭泣。父亲，你找到我了，我好怕哦！皮诺丘，我的儿子，
我的儿子。父亲，请原谅我，我再也不会不听你的话了。好，皮诺丘，我们回家再说。现在要找出方法离开这里。父亲，我想试试这个方法，希望会成功。小仙子，小仙子，你听得到我叫你吗？海浪把他的声音传到小仙子的耳朵里。天哪，是皮诺丘的声音！小仙子飞向他，出现在他们面前。皮诺丘，你是真的后悔了。那么，我再帮你最后一次。他用魔杖点了点他们发现自己在海岸边。那天过后，皮诺丘变成很聪明的孩子，总是听父亲的话。他去上课，也像以前一样帮父亲的忙。小仙子偶尔会测试皮诺丘，他知道皮诺丘不会再说谎了，也会听父亲的话。他说：“现在是好时机。”某天晚上，趁皮诺丘睡觉的时候，把他变成真正的小孩。第二天，皮诺丘起来，他觉得有点怪，他的心在跳，感觉血液在全身流动。他不再是木头做的，而是真正的孩子了。他跑向他的父亲。父亲，父亲，你看，我变成真的男孩了！我的天哪，我的祈祷成真了，我现在有个真正的儿子了。那天开始，他们过着幸福的日子。皮诺丘现在是个让人骄傲的孩子。Hey guys!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Kondo-san and watch the most popular fairy tales, cartoons, and nursery rhymes. Don't forget to click the bell for notifications.